我的女儿死了，死在了妻子就职的医院里。那天我哭着求妻子看一眼重伤的女儿，可她却调走了所有的医生为白月光的儿子急救。女儿临死前还躺在我的怀里，问我为什么妈妈不愿意救自己。我心痛到无以复加，只能不断地给妻子打电话。可就连他知道女儿的死讯后，也毫不在意地说：“你到底还算不算个父亲？”为了找存在感，居然说这种话来诅咒女儿，抱着女儿的骨灰盒。我想，我们这段婚姻已经彻底到头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妻子白若萱是本市的金牌医生，总是忙得脚不沾地。这天，我独自带着女儿参加学校的户外写生实践课，谁也没想到意外就发生在这时候。不好了，有人从山上掉下去了。听到这句话，正在摆画架的我身体猛地一僵，连忙赶到山下，而眼前的一幕却是令我气血逆流，差点忘记呼吸。女儿脸色苍白地倒在地上，而在她身旁，只是有点擦伤的小男孩正愤怒地推搡着她。那个小男孩正是妻子白月光的儿子许阳。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我连忙将虚弱的女儿从地上抱起，第一时间颤抖着拨打了120。许阳的爸爸许仲光也赶到了，可看到孩子们的伤势后，他不但没有关心，反而是狠狠地瞪了我和女儿一眼，转头打起了电话给白若萱告状：“若萱，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今天差点害死杨洋？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杨洋的小命都要葬送在你女儿的手里。”他尖利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脚下显得无比刺耳。朵朵虚弱地用小手扯着我的衣角，慌忙解释着：“爸爸，你快告诉妈妈，不是我，是许阳推我们才从山上滚下去的。”看着女儿每说一句话都会牵动嘴角伤口的痛苦模样，我的心痛到像被刀割。我赶忙抱紧了怀中的女儿，轻声安抚着：“朵朵，你放心，爸爸妈妈都会相信你的。”救护车上，朵朵的气息已经很微弱了，但她手里还紧紧攥着她今天画的画作，硬是挤出一抹笑对我说：“爸爸，这是我要送给妈妈的礼物，她会喜欢吗？”没等我回答，朵朵突然开始不住的咳血，眼泪大颗大颗的落了下来，嘴里不停地喊着疼。此刻我多么希望这些伤口是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替朵朵承受这些痛苦。过了好久，朵朵才停止了咳嗽，她皱着小小的眉头问我：“爸爸，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我好想和妈妈说说话。”我强忍住眼泪，一边安慰着朵朵，一边双手颤抖着拨通了白若萱的电话，想让她和朵朵说说话。可我没想到，电话拨通后，白若萱非但丝毫没有关注朵朵的病情，反而是对我劈头盖脸的一阵责骂：“周晨，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没看好孩子，差点害死杨洋。如果他今天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就等着离婚吧。”说完，他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看着朵朵满怀期待的眼眸，我的一颗心渐渐沉了下去。朵朵从小身子骨就弱，可她每次生病想要妈妈的时候，白若萱都不在身边。白若萱并非忙到连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至少每当许阳有任何头疼脑热的时候，她都会陪在他身边，并说这是她作为医生的本分。可就是这么一个金牌医生，连自己的女儿经常生病都不知道。结婚这么多年，白若萱心里一直住着她的初恋许仲光，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许仲光和许阳。救护车很快到达了医院，
我远远的就看到穿着白大褂的白若萱正焦急地站在医院门口等待。可2个孩子被抬下去后，白若萱竟然看都没看女儿一眼，就奔向了许仲光父子，推着许阳的车就要进急救室。我连忙扯住白若萱的手臂，焦急地说：“朵朵快不行了，刚刚还在车上咳了好多的血，你快看看她。”白若萱毫不犹豫地甩开我的手，语气嫌恶：“阳阳已经伤成什么样子了，你看不到吗？朵朵等一下也死不了。基于一名医生的职业道德，我现在必须去给阳阳做急救。”眼看着他头也不回的就要将许阳推进急救室，我急得只能抬起双臂挡在推车前。白若萱，就当我求求你，你看一眼朵朵，她现在情况真的等不了了。没想到白若萱看我的眼神更加鄙夷，她面容严肃，招手就喊来保安2名将我拖开。我被保安拦住，只能在他身后苦苦哀求着，可他再没有多分给我们一个眼神。白若萱是医院的王牌医生，他说的话没有人敢质疑，哪怕是在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朵朵伤得更重的情况下。一时间，所有的医生都被调走去急救室里救治许阳，而我和重伤的朵朵被遗落在旁边的急诊室，等待那扇急救室的大门能够快些为朵朵而打开。怀中朵朵的生命气息在逐渐流失，她哭着问我：“爸爸，为什么妈妈不愿意救我？我好冷，好想妈妈。”听到这些话，我心痛到无以复加，能做的却只有不断地给白若萱打电话。可无论我多少电话打过去，那边都在响了几下后就挂断，然后显示关机。我不是没有想过立刻转院找别的医生来为朵朵治疗，可眼下她的情况已经是经不起再一次的折腾了。抱着怀中冷到发抖的女儿，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白若萱曾经也是爱朵朵的，只是在许仲光离婚回国后，便一门心思地扑到了他们父子身上。我以为就算是为了朵朵，他也会有悔悟的一天。想不到这种无力的坚持，却让他更加的对朵朵视而不见。最终，还是一个实习的小护士看到这一幕后，好心从办公室里拿出一条毛毯给朵朵盖上了。我用毯子小心地将朵朵裹得严严实实，低声呼唤着她：“朵朵，爸爸在呢，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朵朵的小嘴嗫嚅了一下，却是已经虚弱到发不出声音了。眼看着朵朵的眼皮越来越沉，我的泪水彻底决堤。最终，朵朵还是没能坚持到自己的妈妈来救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失去了呼吸。我抱着身体已经渐渐冷掉的朵朵，泪流满面，不愿接受现实。如果有下辈子，希望她再也不要做白若萱的女儿了。等许阳终于抢救结束时，朵朵已经被送到太平间，准备火化了。白若萱总算看到了我打来的那100多通电话，毫不留情地打来电话骂我：“周晨，你是不是有病？明知道我在给阳阳做急救，还打那么多电话进来，你是存心想要影响我急救吗？万一阳阳因为你今天的影响有什么后遗症的话，你担得起吗？”他眼里只有许阳，生怕我会影响到许阳的病情，话里丝毫没有一句问起受重伤的朵朵。我捏紧了手机，彻底歇斯底里地大吼着：“够了！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想着那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白若萱，你知不知道朵朵死了？因为错过抢救时间，朵朵在我怀里咽了气，她是被你给害死的。”可没想到，白若萱听到朵朵的死讯后，竟然只是冷笑了一声，毫不在意地说：“你到底还算不算个父亲？为了找存在感，居然说这种话来诅咒女儿！
我真是想不通，你竟然还敢提朵朵。如果不是你没教育好女儿，杨洋怎么会被推下山受伤？我抱着朵朵的骨灰盒，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自从朵朵去世后，白若萱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她牵挂许阳的病情，每天都待在医院陪伴许阳，甚至连女儿的葬礼她都没有来出席。我打去的电话被许仲光接到，听到我说让白若萱来参加朵朵葬礼的时候，他冷哼了一声。若萱果然没有说错，周晨，你这个人戏也太多了。我还没找你那女儿来给我儿子赔罪呢。你以为编个谎话说孩子死了就能一了百了？现在若萱正陪着杨洋做康复呢，等杨洋病好了，我再找你算账。你这段时间别再来打搅我们了。因为许仲光的声音太过尖利，一旁来参加葬礼的白若萱的父母也听到了他这些挑衅的话语。二老都被气到浑身发抖，彻底看不下去了，亲自给白若萱打电话，让她滚回来给朵朵赔罪。没想到接到这通电话后，白若萱竟然更加生气了。她气愤地指责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你这个竟然这么有心计，现在杨洋病成那样，你还非得惊动爸妈陪你一起演戏，就为了和一个生病的孩子争抢我吗？我告诉你，现在杨洋是我的病人，医者仁心。作为一名医生，我绝对是会把私情放在第二位的，你最好能有点良心和同情心。白若萱嘴里口口声声说着自己只是作为一名医生在照顾病人，可转眼我就看到了许仲光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照片中，许仲光和白若萱笑容肆意地围在徐晨的病床前，根本不像医生和病患，反而让人很容易就能错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而徐晨只是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绷带都没有打，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哪里像是白若萱口中生命垂危的模样。可怜我的朵朵，在摔得内脏出血、全身多处骨折的时候，她的妈妈居然都不愿意多看她一眼，甚至连一个可以动手术的医生都不曾留下。那天，如果不是白若萱违背医德，私自选择救治本就没什么大碍的许阳，朵朵还是能被救回来的。她的这种行为已经让她不配再穿上那身白大褂，站在手术台上了。我向医院拨打了举报电话，实名举报了白若萱的多处违规行为。朵朵出事当天的入院记录和医院监控都在。即使不是一名医疗工作者，也能判断出白若萱当时的行为有多么离谱。可白若萱被评为过市里的金牌医生，是医院的活招牌，再加上我和白若萱本来就是夫妻，所以院长曾私下多次联系过我，想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不是因为白若萱的私心，朵朵怎么会错过最佳抢救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伤痛，就算是为了替朵朵讨回公道，我也绝不会就这么轻易让她算了。我将这件事发到网上，让大家都看看白若萱是一个多么不称职的医生。这件事很快就登上了热搜，不仅是因为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毫无医德的医生，还有就是一大波人都不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白若萱这样的母亲，将私情用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孩身上，活生生把自己的女儿拖死。白若萱收到消息后连忙在网上澄清，为自己辩解说朵朵当时伤得并不严重，更没有去世，但这种话应该只有她自己才会相信。最终医院那边也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按照规定对白若萱进行停职调查。
而他的这种重大医疗失误行为一旦被查证，不仅会丢了工作，甚至还将面临牢狱之灾。或许是这件事耽误到了白若萱的前途，又或许是他没了医生的身份，不能够再更好地守候在许仲光父子之间。白若萱终于怒气冲冲地跑回了家。白若萱回家时，我正在给朵朵上香，可她压根没有注意到家里已经没有了朵朵的气息，也没有看到我身上穿着的白衣。她只是恼怒地质问我：“周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我多关心了一下杨洋，你就要把我放到风口浪尖吗？你知不知道，现在不光是我在挨骂，就连崇光和杨洋都被你给拖累了。他们如今连出门买东西都会碰到网友被讨论。我现在怎么说还是朵朵的妈妈，就算是为了朵朵，你也不至于做到这份上吧？”听到白若萱竟然还能言之凿凿地拿朵朵来当挡箭牌，我再也压抑不住心底的愤怒，使劲甩了她一个巴掌，将她拉到了朵朵的牌位前。我指着朵朵的遗照，声嘶力竭地对白若萱大吼着：“如果可以选择，我相信朵朵宁愿没有你这么一个偏心的妈妈。你给我瞪大眼睛看看，朵朵已经死了。”死在了你放任他不管选择抢救许阳的那天。看到朵朵的遗照，白若萱原本还在挣扎的身躯一下子静止了。她不可置信地盯着朵朵的牌位，接着拿起了桌上朵朵的死亡证明看，愣怔地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白若萱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般，一下子跪坐在了地上。他紧紧抱住朵朵的遗照，嘴里喃喃念叨着：“不可能，这不可能。”终于，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崩溃地大哭了起来，还不忘用手扯着我的衣角问道：“怎么会这样？朵朵怎么会死呢？明明已经送到医院了的。”我冷冷地甩开他的手：“白若萱，我看这些话你应该好好问问你自己吧。朵朵明明已经被送到医院，却被自己的妈妈断绝了后路。”我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甩在了他的脸上：“你趁早把离婚协议书签好吧，以后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说完，我不愿再理会他那鳄鱼的眼泪，径直离开了家里。我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朵朵平时最爱的秋千上如今空无一人，心头泛起一股酸涩。这时，手机收到了一段消息，是朵朵学校里的老师：“朵朵爸爸，平时在学校里，许阳经常欺负朵朵，我多次干预后也无济于事。后来就这件事也联系了您的爱人，跟他如实反映了2个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况。但是朵朵妈妈却说是小孩子之间闹着玩，让我们这些老师不必过多的在意。不知道这些情况，您作为朵朵的父亲是否知情？”看着朵朵老师发过来的文字，我才终于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朵朵竟然会排斥上学了。这些事情白若萱一直都知道，可是却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一想到朵朵曾经在学校里被许阳那个混蛋欺负过，我内心的怒火久久不能平息。这时，老师又发来了一段视频，对我说：“这段监控也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我想作为朵朵的家长，你们有必要看一下。”监控视频里正是朵朵出事当天在森林公园中的录像。唯恐这段录像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我看得非常仔细。原本朵朵是一个人坐在一旁画画的，突然许阳冲了过来，他一脚将朵朵踹翻在了地上，接着趁朵朵爬起身的空档，许阳拆下了朵朵的画作，大笑着嘲讽朵朵。朵朵拼命地去抢那幅画，可许阳仗着个子高，将那幅画高高地举在空中，任凭朵朵蹦来蹦去也够不着。
更过分的是，他后来觉得玩腻了，竟然直接将朵朵的画从山坡上扔了下去。朵朵想要捡回那幅画，正在山崖边犹豫不决时，是许阳伸手一把将朵朵给推下了山。推完朵朵后，他自己没有站稳，脚下一个踉跄，也摔倒滚下了山坡。这个混蛋！原来我的女儿是被他亲手杀死的。原来在背地里，他居然这么恶劣地欺负朵朵。他自己故意戏耍，伤害了朵朵不说，竟然还有脸将这件事都怪罪到朵朵的头上去。掏出随身携带的那张朵朵临走之前交给我的染血的画作，我悲痛到无以复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朵朵竟然受了这么多委屈。而他因为自己的妈妈喜欢许阳，只能将这些事情咽到肚子里，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我立马联系律师，就这件事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了许阳。既然许阳敢伤害朵朵，那么他就必须要因此付出代价。据我所知，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他这个年纪已经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了。年龄并不是他的保护伞，白若萱更不会是。律师函发到许家没多久，许仲光就急匆匆地敲开了我家的大门。虽然许仲光站在我家门口的样子依旧嚣张无比，但因为匆忙，他额头上的一层薄汗还是透露出了他的慌张。许仲光咬着牙威胁着：“周晨，你现在还真是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么小的孩子你都敢起诉，我告诉你，无论你做什么，若萱爱的都是我，她心里也只有我和杨洋。你这么做都是无济于事的哦。所以呢，我勉强忍住怒火。他这张和许阳8分相似的脸令人无比作呕。你那个畜生儿子干的所有事我都知道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现在趁我还能忍住不动手打你之前，你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见我的态度如此强硬，许仲光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慌乱，他立马清了清喉咙，随即放软了语气：“要不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说着，他迈步就要进门，被我给拦了下来。屋里还有朵朵的牌位，我相信朵朵并不想看到这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畜生的父亲进到我们的家里。被我挡在门外后，许仲光脸上有一瞬的难堪，立马被他压了下去，依旧是套近乎的语气：“孩子之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们谁都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为什么不想着弥补，而是把事情越闹越大呢？周晨，你也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我如今的心情。”看着许仲光这种和稀泥的恶心态度，我火气一下子上来了，一脚将他踹翻在地。“滚！别拿你的贱儿子和我女儿相提并论。”许仲光摔倒在地上，嘴角还沾着大片的泥土。或许是我强硬的态度刺激到了许仲光，他顾不得自己的狼狈，对我大吼着：“周晨，只要你愿意撤诉，我可以带着杨洋离开这座城市。你不是喜欢白若萱吗？我把她还给你，而且我们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只是让你撤诉而已。我愿意做到这份上，总可以了吧？”呵，许仲光的话让我忍不住冷笑出声。他真以为白若萱是什么宝贝吗？曾经为了朵朵，我愿意忍着她，期待着她能够回头，能够明白我和女儿才是她真正的家人。可就在朵朵因为她的私心在医院咽气的那一刻，我们之间最后的情分也已经彻底被她给亲手斩断了。我从房间里又拿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甩到许仲光脸上，提醒道：“我上次给白若萱的离婚协议书，她一直没有签好拿给我，你把这个给她带过去，
让他别耽误彼此的时间。至于你，不必再想那些歪门邪道，让我放过许阳。你们父子俩都会付出代价，怕我再动手。”许仲光拿起地上的离婚协议书，灰溜溜地走了。可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带上了他那个畜生儿子和白若萱。看来白若萱是真的在意许仲光，一知道许阳要出事，这么快就坐不住了，竟然还敢亲自跑来质问我。他神情失望，语气里还带着一丝恼怒地对我说：“当初那件事只是一场意外。谁也没想到朵朵竟然会因此丧命。我知道是我的错误，间接导致了朵朵的死亡。你曝光我，让我丢了工作，我也认了。可你为什么还要揪着杨洋不放？他只是一个孩子，他懂什么？”看着眼前白若萱不辨是非，言之凿凿护着许阳的模样，我知道自己就算跟他说再多也是无济于事。于是我直接拿出了老师那天发给我的监控视频给他看。白若萱皱着眉头，将信将疑地将手机接过去看了起来。可他看着看着，眉头便越皱越深，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了。看完后，他的嘴唇因为愤怒而止不住的颤抖。他突然扯过许阳的胳膊，当即扇了一个巴掌过去。白若萱指着监控视频，不可置信地问许仲光：“这就是你说的懂事听话？你当初怎么有脸说是朵朵故意把许阳推下去，想害死他的？”许仲光也凑过来看那段视频，他或许是没有想到自己儿子干的事已经留下了证据，有些心虚的急忙解释着：“若萱，杨洋从小就在离异家庭中长大，他有时候可能性格会比较偏激一点，但是这孩子过得苦啊，我们应该多给他一些关爱和理解。”“你闭嘴！”许仲光还想再打感情牌，被白若萱嘶吼着制止。白若萱双目猩红，死死地攥住了许阳的肩膀，声音凄凉又沙哑：“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平时你有任何头疼脑热，我哪次不是随叫随到？你哪里缺少关爱了？我明明对你比对我的女儿还要好，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的女儿？你为什么要伤害朵朵？”说到最后，白若萱泪流满面，一直崩溃地大喊着：“为什么？”许阳应该是第一次见到白若萱这种失控的样子，他神情闪躲，结结巴巴地说：“我错了，我以为只要周朵朵死了，我和爸爸就能得到你所有的爱了。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叫只要朵朵死了，他就能得到白若萱所有的爱？难道一条人命在他眼里就是争夺宠爱的牺牲品吗？我怒火中烧，情绪崩溃的一把揪住了许阳的衣领，前后摇晃着：“你说什么？你就是为了争夺宠爱，故意把朵朵从山上推下去的吗？这么歹毒的手段，到底是谁教你的？我压根就不相信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心思，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许阳彻底慌了，他微微颤颤地伸出手指着徐崇光说：“是爸爸，爸爸说只要周朵朵死了，白阿姨就会嫁给他，你家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听到这话后，本来还蹲在地上泣不成声的白若萱猛地抬头，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许仲光。许仲光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一边后退，一边不停地摆动着双手说：“若萱，不是的，朵朵那么可爱，我怎么会让杨洋去伤害她呢？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白若萱偏过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流下了2行悔恨的眼泪，指着门口的位置冷声开口：“你给我滚！我不想再看到你，只是让他滚也太便宜他了。”我攥紧拳头，在得知真相后，立马就想揍许仲光一顿。许仲光看到我凶狠的模样，大惊失色，立马带着许阳
从我家里滚了出去。可他逃得了一时，也逃不了一世。刚刚许阳指控他教唆犯罪的证据，早就被我家的监控给记录了下来。这一大一小两个畜生都逃不了法律的制裁。此时，白若萱又看到了不远处朵朵的遗照，她满怀愧疚地跪在了朵朵的牌位前，轻轻抚摸着黑白照片上朵朵的笑容。曾经朵朵最希望的就是让她这个妈妈能够多陪陪自己，哪怕回头看自己一眼。可直到她生命垂危时，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如今朵朵被白若萱和她最在乎的两个人一块害死了，她又摆出这副后悔的模样，有什么用呢？想起朵朵临终前给我的嘱托，我从贴身的口袋中取出了那幅沾满鲜血的画作，递到了白若萱的面前。这是那段监控里被许阳抢走后，朵朵拼命都要夺回来的画作，也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样东西。这上面沾了一些血，是因为朵朵在坠下山崖后找到了这幅画，还死死攥住，不愿意放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说这是要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朵朵一直到死都在记挂着你，可你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不愿意再分给她，多么讽刺啊！白若萱听了我的话后，双手颤抖着接过了这幅画，她大颗大颗的眼泪砸在了画上，又怕污染了画作，匆匆忙忙地用衣袖抹去。她痛苦地抱着那幅画，嘴里喃喃道：我的朵朵，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次真的是错得太离谱了。我问她，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可当初朵朵在急救室外性命垂危，抱着我喊疼喊冷，想要妈妈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呢？白若萱低垂着脑袋，久久说不出话来，因为她那时候正殚精竭虑地为一个伤害了朵朵的畜生做急救手术，哪怕那个畜生的伤根本就是无关紧要。我起身想走的时候，他抓住了我的裤脚，祈求着：阿晨，我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原谅我，让我留在这里，至少每天还能看到这个朵朵生活过的地方，让我好好的为朵朵赎罪。我冷冷地甩开他，开口提醒：你当然要赎罪，不过并不是在这里。朵朵并不想再看到你，我也一样。你渎职残害人命的罪行已经犯下了，要真心为朵朵赎罪，就赶紧离开这里，等待法院的传唤吧。清明节那天，从一大早就开始断断续续地下起了雨。等我赶到朵朵的墓地时，跪在朵朵墓碑前的白若萱浑身已经被雨水打湿，怎么说，这也是在朵朵的坟前。于是我心平气和地任由她待在我旁边，完成了对朵朵的祭拜。临走时，白若萱语气艰涩地喊住了我，她低垂着眉眼，褪去了往日的高傲，近乎祈求地对我说：这些天我一个人想了很多，是我识人不清，才犯了错。我不够关心朵朵，才让他们误以为只要没了朵朵就能够有机可乘，让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伤害了朵朵。无论是你举报我还是将我告上法庭，我都认。我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不配做朵朵的妈妈。我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为朵朵赔罪。就像你说的，我犯罪了，即使是坐监狱也是我应得的。不过阿晨，既然朵朵在临走前还想着要送我那幅画，就说明在她心里还是认可我这个妈妈的，对不对？就算是为了让朵朵能够安息，咱们能不能不离婚？我会在牢里争取减刑，我会早早的出来，不让你等太久。阿晨，可不可以不要放弃我？我们还像从前一样，好不好？回到从前吗？那对我来说已经久远的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了。我和白若萱是经父母介绍认识的，那时的她刚经历了断崖式分手，又处在备考医师执照的焦虑中。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脸色很不好，顶着大大的双眼圈，却是很有主见的跟我商量说，既然都摆脱不了家人的控制，那咱们就这样假装约会好不好？也算应付彼此的父母。可就在这渐渐的假装约会过程中，我们两个人更加了解了彼此，也有了一丝真情。后来我们顺其自然的结婚了，再后来就有了朵朵。初为人父母的我们，面对琐碎的生活，虽然一时有些手足无措，但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满足感和幸福。可这幸福只持续到了朵朵3岁那年，把白若萱伤得很深的那位初恋男友离婚回国。白若萱开始借口工作早出晚归，甚至会在结束工作疲惫地回到家后，接到一个电话，又匆匆地出门。他说许仲光刚回国，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所以自己作为一个老朋友，只能多多帮衬一些。一开始我们也不是没有因为这些事争吵过，可后来朵朵大了，为了不惊动女儿，只能选择忍让。没想到这种无条件忍让的做法，带给女儿的却是无法获得母爱的痛苦。如今已经走到这一步，她口中所说的回到从前，我想是彻底回不去了。对于白若萱的请求，我没有回答，径直转身离开了那座墓园。这已经是我能够给出的答案了。关于许阳故意伤人案的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由于我手里有着案发那天他故意伤害朵朵的完整监控记录，再加上有一些朵朵的同学主动站出来指控许阳曾多次欺负朵朵，案件理所应当的以胜诉结尾。但警察抓人那天，许阳却拒不配合，一口咬定自己还不到年纪，不能就这么被关进监狱。可他最终还是被强行带走了。但在牢里的许阳还是不停坚持着要上诉申请撤回判决结果，声称自己年纪还小，心智不成熟才会犯错，应该宽大处理。不过在国家律法面前，他这套说辞显然脆弱得不堪一击。很快，白若萱也被立案调查，最终以渎职罪判决，需要坐牢。在他被抓走的前一天，一封签好的离婚协议书被放在了我的门前。我这前半生和他直接的纠葛也算彻底结束。白若萱被抓后，他的父母曾去探望过他，但是却是哭着回来的。听说白若萱在牢里的精神状态不太好，但凡是见到一个人，就要跟对方念叨着自己有一个十分乖巧懂事的女儿，然后说一阵子就开始嚎啕大哭。而许仲光之前之所以那么着急要和白若萱确定关系的原因，也渐渐显露了出来。他原来在背地里欠了很多外债，面对债务，他的第一想法不是偿还，而是找更多的方法去套钱来填补窟窿。最后欠款连带利息越滚越大，他这才盯上了白若萱的财产，想要和她结婚后帮忙共同偿还债务。如今却是人财两空，整日被债主追债，东躲西藏，活得像流浪汉。不过他这种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以许仲光故意教唆他人犯罪的罪名将他告上了法庭。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天，许仲光总算结束了这么久以来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生活，被关进了监狱。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我无心留在这座城市，于是便拿着自己还算可观的积蓄，四处做起了公益，也算是为了延续朵朵的梦想。我资助了许多和朵朵一样喜欢画画的贫困孩子们，看到那些孩子们拿到画具后脸上掩饰不住的快乐神情，
这么久以来，因为朵朵离去而千疮百孔的心，也仿佛在被一点点的治愈。这天，在给山区的孩子们发完日常用品后，我累得躺在床上倒头就睡。梦里有一只温暖的小手在轻抚着我的脸颊，我抬眼一看，穿着一身白裙子的朵朵正冲我笑着。她说：“爸爸，这些日子你辛苦了，谢谢你让我看到那些伤害我的人受到了惩罚，也看到妈妈心里终于有我，愿意爱我了。还有那些和我一样喜欢画画的小朋友们。”是爸爸给他们创造了可以画画的条件。爸爸，你不要再牵挂我了，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遗憾，准备好要去新的家了。说完，朵朵轻轻地抱了我一下，然后笑着挥手和我说再见，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向了无边的光亮中。我也对着他小小的背影挥了挥手，我的小天使。祝你在新的家庭里能够得到父母全部的爱，能够永远保持住那份纯洁善良。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